风 K 啊，咱们念灰 K 风呢是比较那个什么啊，都准备好了。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应该就是老秦，瓦秦。OK， 来看一下啊，这个比分目前是0-0啊，0-0，但并不是目前的0-1啊。刚才这个排列好像有问题。然后灰灰目前是这个18啊，他们这样的话，这个组合呢是鹤马门，他们是鹤马门啊。鹤马门的话呢是千鹤首发，少了8神，其实感觉还是蛮弱的。我实话实说啊，少了8神的话，真的不算强。我实话说，真不算强啊。然后呢，这个老秦第一个上场，这个秦红呢，你说吧，他怕啥呢？我个人感觉他还是传统的千鹤，他碰见灰灰啊，他就怕这个自己的逆图啊，这一手千鹤，对不对？一手千鹤的首发，这个不按常理出牌，但是也并非那么难打，一上来秦红还是有点韬略，至少目前是1换1的状态，这个位置不敢摇青龙很正常。一丝血发波磨2丝血，再发一个波，这个并不是磨到了啊，这是没防啊，可能是想抢招，然后呢是以微弱的优势啊战胜了这个老灰、老风、老 K， 就只有老 K 才是自然的，现在都老逼灯啊，今天都老逼灯，对吧？以前我叫小狼，也会管我叫老狼啊。小狼已经不行了啊！以前小狼，咱说20岁、18、19岁、25、6，那叫小狼。你过了30岁，对吧？你叫狼哥，是不是？再过了35岁，狼叔，或者叫老狼，对不对 ？OK， 看看老秦还是8中门啊。然后这边呢，由于没有8神，其实在综合实力考量上啊，因为8神是整个拳皇97这个现有规则下最厉害的人啊，这个不用想，这个就不用说。他们仨这么玩呢，虽然说各取所长，但是也就那么回事儿。整的好像人老 K 就只会大门一样。老 K 说能不能选个8神让我冲头？人老 K 说我选8神冲头不香吗？啊！但是呢，还是要看大门，对吧？这个特色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色垫底的角色。这么一看，这40个币啊，不一定，对吧？不一定啊。老板来根烟抽，我感觉有人跟我要玫瑰，哎，你为什么不出玫瑰？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输掉的。好，磨它。由于你不想浪费这一颗气儿，以导致这个大猪有2颗气儿，并且还打了你一点血，而且时间到了加回的血也少，就是一个字儿贪。啊，当然他后面还有一个大门啊，这个交给老 K， 对吧？这个背后有老 K 这个坚实的后盾啊，我觉得叶枫来了，直接秒。好的，距离就差那么一奶奶，运气不太好，或者说这个老秦运气非常好啊，这一下没连上，这可能这个暴气推的有点远，就差那么一点点啊，确实很皮。这郎总。你这不羡岳阳不羡仙，羡慕郎总每一天，对吧？好，老 K 这一上来被懒子山直接揽了，揽过来之后，我们看看前跳侯望月，跟反大声接阵，直接秒杀，这还是这老 K 呸啊，还说是高手，啊，还说是 S 级别选手，我呸啊！S 级别选手啊，这个多多少少。好，当然啊，这个第一局上来老 K 发挥不好，对吧？灰灰发挥不好，这很正常。再加上人老秦也并非浪得虚名，对不对？人老秦虽然说从来没有进入过 S 级，那都是1线这个顶尖实力的，对不对？那输一局这不太正常了，对吧？当然这一局看看阿辉，对吧？虽然说拳皇界只有一个灰灰，就是那个西安陈辉啊，但是呢，这个重庆灰灰名气反正也不小，只比这个陈辉差一点。陈辉今天晚上也上场啊，这个陈辉据说打这个组队赛特别猛，但是打这种罚站赛、战神赛或者攻类赛或者守类赛呢，这个陈辉就有点微面。但是我们不敢说啊，
这个比赛有没有什么剧本啊？有没有什么奥斯卡呀、金鸡百花、金像、金马的？咱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反正咱就看一看。可以看到啊，老辉呢这一局发挥非常好，常规角色打死八神，但是这个大猪角落压制要磨啊，这肯定是生磨。这个很多人说2P 怎么磨1P？这个位置呢，你还真没招。你肯定会说2P 的这个转球没有1P厉害，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你要知道，它这个位置离得正好是稍微卡了一段距离，它如果离得特别近反而不行，对吧？这离的这个位置，我给你相杀我也不亏，就是要磨你。哎，看看风马跳过来，横跨距离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够，但是玫瑰粘不上，腿绊一根，起身压制，抢麻啊，抢麻了个蛋，然后可以看到正身位一踢追过来。这个跳重腿呢是抢通型腿啊，他打的点有点高，所以说他并不是跳重腿接抓，而是被对方反抓了，因为太高了。拖地板闪身过来，再找第一时间闪身，如果蹬腿的话也不一定占优，或者说第一时间闪身出升龙，但是也不行。目前0-1落后之后，这个玛丽白给啊，千鹤发挥的是真好，对吧？最起码打了1个半人，但是玛丽是真白给。看看 K 白门啊，看看 K 白门怎么说。来一个崩，来再崩完了。老 K 你怎么那么着急呢？你这个气儿咋的跟你有仇啊？这个气儿啊，这个气儿是跟你有仇，看没见？一个崩啊，这回一个崩去了，老想崩了，我都想崩了啊！踢，再摸。老秦说今晚这40个币我是要定了，对吧？老秦就跟那个少林足球一样，什么40-0啊，40-0，我操啊！好 ，OK。OK 啦，来吧。灰灰说真带不动啊，兄弟们，我是真带不动啊。我第一局虽然说输了，但是我就是一丝血给八神，对吧？我第2局我打的挺好，你们不行，你们玩的太菜了啊！闪身一掏，现在老秦追着灰灰打，但是这一个站青腿，瞬间把老秦拉回了现实。不过老秦还有一颗气，这颗气怎么说？动也不能动，要不要崩？哎，崩了，8波，快波接慢波，前跳 CD 逆向回身站 B 没确认，崩回来。还有一颗气，看看八神摸一下没摸到，不敢崩，前跳地卡过来破防，再磨6下才能死。哎呀，但是不磨了，我就开始摸你。18摸啊，这确实18摸。我们可以看啊，现在灰灰说，兄弟们，你们也看到了啊。我尽力了啊！我尽力了，这2个菜逼我是真带不动啊！来了，一个重手，一个重腿，一个重手，一个重腿，这招直接打晕，然后重攻击，一个升龙，183。灰灰说这俩菜逼还得是看我呀，还得是看我呀，整的我必须得整一个82级的茶水了啊！对，没有亏可以吃的啊。OK， 老秦说不行啊，我确实还是怕千鹤，这个让这个千鹤甩起来，我是真没招啊！追也追不是，不追也被打，一丝血，看看他是怎么死的，我们猜一下，是下臂吗？下臂吗？下臂啊，站臂，下臂啊，站臂是防跳啊，下臂是防对方闪身啊。因为这种情况下，大门无非就是2条道，一条道就是跳，一条道就是闪身。很多人说那他龟行不行？龟就被磨死，对吧？防守时间到。你没办法，你只能往前打，往前打就是闪身，能量闪身啊，包括闪身啊，这都是啊一种。那闪身一个就是跳，没想到他是选择用跳这么难受的手段啊，这个跳确实是很难受啊。好，灰灰说我一个人就够了，真的啊。然后吴孟达说这个拳皇不是一个人可以打的啊，球不是一个人就能踢的啊。有他一个就够了。好了，腿把跳 C 重手前倾 ，CD 一个助词，快过来，远距离，我们看看忍
我忍，我要成为武林至尊，就不能跟六大太结怨。哎，崩一下就能死，但是八神非常稳啊。老秦的性格确实啊，这个一旦让他稳起来，他是真的稳。但是你要是给他打着急了，他也飙啊，他也发飙了。最瘦的时候刚出生，最瘦的时候前一阵150啊，现在170了。不过我这2个月肯定是要减啊，稍安勿躁。OK， 我们去看看，现在残血8 3连踢，但是血量不多，跳哇，这第二，我操！老秦这个手顺了啊，他可能是要摇波，他明显是摇顺了啊。这个敬酒不吃罚酒了，这是属于。好，爆气。重手一摸，战臂一脚，看看黄大门怎么说。腿把，回身，再崩一遍。玛丽一旦近身了啊，才能显现出来这个角色的优势。但是我就不让你近，控制好距离。而且你玛丽下招，对我就想说，你玛丽该下对吧？该架啊，你不架你不行。能量闪身一个抓。但是这个架招要出其不意啊！轻腿架招可以架对方的这个很多攻击，但是重腿架招一旦架到了之后，它架的攻击比较少，比如说站 C 或者下地都可以架，但是一旦架到了之后啊，这个收益非常的大。时间快到了，搓地板一夹，妈了个蛋，然后再一个前跳落地，直接打对方强制转身。但是没办法呀，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人知的负我已坠入看不见罪的国度。来吧，这个其实如果再给我1秒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1秒钟的时间？我拍的电影已经跳片了啊！我拍的电影是给那个哪儿？是给那个 M78星云的那个看的，给3体人看的啊！来，双门。来，老 K 说这把我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3颗气满血，怎么说？就是大脚板，远距离大脚板，安全抓啊！反踢，再踢，不是这帮高手都不会招啊，就是正腿2点可以。头上符直接一个出云头，2比2平，场上比0，2比2平。这个目前来讲，老秦啊。我们把老秦放到第1位啊，第2位是谁？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啊。我们把每个人后面都写上5，也就是说每个人后面都有5个 B 啊，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好，这一局千鹤啊，这不用看，千鹤一直追着八神，被八神直接无情蹂躏致死。所以说，很多人说千鹤啊很强，打八神牛，在八神没有气儿的时候，千鹤无限推，那是你推到了，对吧？那是你推到了，就好比你玩什么王者荣耀，刚上来入侵对方野区，成功了把对方团灭，这一下优势拉开了，然后呢就开始滚雪球了，那行。但是你滚不起来，你八神打着打着，对吧？你没打进去，或者是每次人八神都有1颗气，利用这颗气呢，人家就起死回生，你就没招，对吧？可以看到这一局，本身的玛丽打八神就不是特别好打，对吧？好，蹦来蹦去，动手接推3。刚才你们不是1v3吗？刚才你灰不是1v3吗？今天我，对吧？今天我老秦，对吧？不买贵的，不买对的，我来买2个大波碎的啊！哎呀，这个捡很有战略意义。2次型超远距离跑抓，后反摇地啊，不行，近距离反摇地的话容易被抓，选择常规型进攻阵，后拉朝天，踢一脚，前跳落地，原地起跳。这个如果打跳 C 的话，也许会有攻击判定，但是出了跳 CD 了，回身一个崩，腿把。如果对方前跳可以取消出头上符，我们看看忍一手，再忍一手，前跳2次型，反崩一点 ，KY 门逆向头上符，给了充足的反应时间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啥，都是属于
就是脑袋也跟不过去，那手更跟不过去。你像我有的时候呢，脑袋跟不过去，手跟不过去，就嘴跟过去了啊！你说我说实话，如果有声控游戏，我多少还能有点东西。你如果以后，对吧？我这有声控的呀，是不是？好，这一下亏了，再一跳 CD 一拍，再一跳 C 一丝血 ，K 翻盘门，能不能成？回身一个帮角落，前跳 A 压制空中，跳地接抓，后影跳落地跟反一个阵，所以没扑出来。先跟反后影跳也一样，但是一旦扑出来的话也是挺危险的啊。好，素材局兄弟们啊，素材局。上次那个飞机没卸，你赶紧先你送了再说啊。OK， 可以看到啊，现在还差一个人头，兄弟们还有一个人头升1星啊。这个咱先别说几星的问题，先把1星升了啊。OK， 现在比分2比3。由于刚才老秦呢这个8神发挥的确实好，以导致呢这个千鹤和玛丽直接白给。老 K 大门想要力挽狂澜，但是终归是没有办法，是吧？一点招都没有了。我狼这是换地方了，对，我换到家了啊，换到家里了。好，感谢我们的7楼魔 B 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哎呀，忍不了出8神喽！哦，现在选择让叶枫出8神，那叶枫的8神不是面8吗？面8纸鹤超级马。现在这个玛丽不是超级玛丽不行啊，人说超级玛丽说我这个玛丽有点不行，碰见对方8神的话有点不太好翻啊，对不对？我这什么叫暗示老板？我这就是明示，而且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已经1星了。1星是什么意思呢？1星的意思呢，就是说还有1飞，然后加5个人头就2星啊，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好，虽然是面8，但是呢，还是艰难的获胜啊，获得了比赛的小阶段胜利，打了足足52秒钟啊。老秦呢，目前比分虽然说领先，但是比分没有用。老秦有本事，你就咣一顿干，你手里这5个币能干对方40个币啊，那剩下7个人都哭了，剩下7个人直接哭了啊，脑瓜子嗡嗡的啊。好，反扑这个第2式葵花没有打出判定，这没办法，一点招没有。这不是你们还没有看清楚比赛规则吗？咱们现在正在玩的啊，是来自于这个爽总杯的这个3巨头合体擂台赛啊。这个爽总杯啊，这个3巨头合体擂台赛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呢，这个他们三个人每个人用一个角色，这个是3v3版本啊。我今天是特意去体验了一下，这个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去玩，如果灰灰给你一个组，基本上你打野战应该是输不了，对不对？哎，有的时候但是3v3容易甩锅啊，真容易甩锅，谁发挥的不好，但是其实是可以换的啊。哎呀，真送了！我真送了！这关键你这个 ID 耻辱下播马上要饭，这个名字怎么看起来好像像我心目当中的那个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那个主播呢？啊，感谢我们的，我不能说要饭哥，也不能说下播哥，至于是啥呢？就感谢我们的耻辱下播马上要饭，就是我现在马上就要，但是我下播是下不了一点啊，要饭就是要了啊。我要了，对，要了。祝老板长生不老，寿与天齐，仙福永奖。来看看，这个看起来这个老谢，哎呀，这吸尘器捡起来，马上2颗气啊，还有机会翻盘的啊。刚才我也是看了会儿，才发现3个角色3个人控制，对，3个人合体的一台赛啊，3巨头当擂主。老板理性消费，来吧，兄弟们，还差5个人头啊！不，还差2个人头啊！2个人头什么概念呢？就是1毛钱，1毛钱的话就行。虽然说1毛钱也是钱啊，小的时候1毛钱我可以买10个玉皮豆，可以买2个小淘气和1个葫芦娃啊。如果要是3毛钱的话，可以买1袋神龟酸梅茶；如果是5毛钱的话，可以买2袋。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5毛钱还可以买1袋半那个唐僧肉。3比3啊，3比3。
当然几比几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秦还有2个币，这一个币是100还是200，我们目前不太清楚啊。我认为好像是不应该是100吧，这么大的规模怎么点200啊？神龙叨叨乳，之前叫欠狼哥一个飞机叫瓦狼疯了。我天，那我疯了。好的，波后不可防御，我们看一下啊。再次感谢老板，感谢番茄哥以及我们的这个小狼疯了啊，这个或者说欠狼一个飞机等等之类的名字啊。关键这个改名改的非常频繁，下回改个名非常好听，比如说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郎总每一天啊送来的飞机，这多好，对不对啊？好，现在传说中的叶枫8直接被打晕。果然是面疤，他这里有一个，刚才有一个这个战术啊，他是下轻攻击打中了对方，然后直接一手走抓。理论来讲呢，其实叶枫常用这招，但是叶枫用的这招呢是下轻腿，然后鬼步走过去啊，当然必须要没有气马，要走鬼步。但是老秦呢就是明攻下轻攻击，直接走过去抓，结果导致呢叶枫生吃了这一个民间套路啊。好的，发波没有，他选择了站 B 一个前跳 C， 再落地，有没有1v3局面？压着打。直播呀，晨晨爸爸，这好久不见啊，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啊。这个感谢我们的这个晨晨爸爸赠送我狼的大金卡、狂欢卡等等这个礼物。这个就没招了，出里头了就没有办法震了啊。如果出跟反的话，可以选择跑阵。看看这是素材局，跟反，这就是跟反的好处啊。头上符朝天可以，很多人说没有打康他也能接朝天脚，他这个点必须要第一时间接，否则接不上啊，否则接不上。祝老板长生不老，万事如意，千福永享，寿与天齐。OK， 连续的踢，右手一摸，头上符落地，素材局啊，老 K 的素材局，一顿无情压制。但是这个下轻手出跟反想要骗 CD 啊，老秦虽然说没吃这套，但是他第一时间反击，他当时有点懵。好，果然是素材局。不过呢，老 K 也不容乐观啊，毕竟老 K 现在是没有满血，只有1颗，对方是满血满气儿满状态，也就是说老秦这一局优势还是非常大。左右踢过来，结果被反踢。好的，这一巴掌拍得非常狠啊，这一巴掌比那个向左拍自己还狠。2个人都跑抓，但是明显老秦技逊一筹啊。老 K 现在占据了优势，前跳落地，切过来。老秦这个抱歉，连续2个摸，瞬间把老 K 摸回了现实。能量闪身，跳 CD 一拍，再来。老 K 还是有点，哎呀，这个前冲明显有点太冲动了。而且直接跑过来一站轻手封对方后跳，明显打出了 counter， 但是无所谓。中规来讲呢，这个目前来讲啊，这个老秦拿到了4分啊。很多人说这不是5分嘛？这5分有一局是测试局，所以说并不算啊，并不算。OK， 看看这是灰的8神啊，兄弟们。这换人了啊！咱们时刻要注意这个屏幕左上角，对吧？你要不注意屏幕左上角，这换人了。这灰的8神还不敢叶枫呢，我是真服了，我是真服了。你这个8神就这个8神玩的比我差点，我估计老秦打我刚才我上，我觉得能挺过43秒啊，我能挺过，我就防啊。大不了我赌个升龙吧，对不对？这死这灰这傻，这拳皇9系第一人，呸！对吧？我都关着灯。OK， 现在叶枫说我千纸鹤上场了啊！我这千纸鹤，这真千纸鹤，真是啊！能不能千纸？发波闪身，人家下轻腿呀！你下轻手不请等着被抓的吗？菜逼啊，菜逼！哎。我这个眉毛没要钱，我这个眉毛准备，我这已经洗了，已经在洗了。这个月的12号我就准备再洗第2次，大家伙稍安勿躁，小心火烛，好吧？正过来，落地头上被崩，好，快波加慢波，落地头上就打你后跳站 B 确认，这明显是8神蹲姿想抢，但是一脚被踢死，踢中面门。老 K 说怎么每一次都得靠我呀？
为什么每次都靠我呀？灰灰，你刚才那股骚劲儿呢？啊，灰灰，刚才没有人，当然可以骚了，对吧？抓回来，后跳落地阵，进攻阵，轻手一风跳，前跳地回身再追，卡空，然后忍一手，站臂踢转球，站地再踢，一个劲儿的往前追，压着打。老秦有点蒙圈，还手也不是，不还手也不行。好在是灵机一动，在连续空防之后，终于接上了一个指正头，但是最后被非常无耻的钢 CD 封死啊，那哇的嗡嗡的。当 OK， 来看看两个大门，开局一巴掌踢过来，这边一根，找机会，原地起跳一拍，原地起跳落地，直接吸尘器懒子山。老 K 说：“我这个大门虽然说打八神和大猪啊还有点韬略，但是呢，老秦的大门也不怂啊，他确实也有东西，不好打。看看谁先懒子山。”老秦说：“我不需要懒子山了，我只需要正常拳脚给他踢死，或者出一个天地反就行。”哎，骗 CD 完，老 K 也不贪啊，只踢一脚。但是现在只剩下一个重攻击的血量，而且老秦还爆气了，直接跳地一个挥空落地抓，骗了老 K 一手。现在给三巨头打懵了啊！三巨头是啥也不是啊，这咋的？是卡哎？看看第一手先八神。第二手大猪，第三手八猪鹤，猪鹤八怎么说？第一手八神是谁的？灰灰八神啊！老 K 说 KY 八，兄弟们，老 K 说我这大门我不行了，我看你们，我这老让我大门翻盘，我又不是神，我每把都翻盘呐，对不对？我只能说我来吧，我来玩八神吧。你们这帮八神是真才呀！这老 K 八神也一般呐，这个钢 CD 被骗得非常的彻底呀。破防，哎呀，完了，都不用破防了，直接死了啊！老 K 刚开始上来这八神一顿甩，后来发现啥也不是啊。这个八神喝多了变成酒神了啊！这个八神喝多了，绝对的啊！这看来谁上谁菜啊！我宣布，现在只有一个 S 级啊，就是老齐，对不对？现在只有一个 S 级啊。这灰灰说：“来，我大猪殿后，行不行？直接必杀！”哎，这个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接重手啊？第一，伤害够了；第二，接重手万一给对方挠出一颗气儿来不好啊，对吧？当然，你接重手的话，对方确实没有这颗气儿啊，挠不出来。但是最好是别接，也不要节外生枝，是吧？好 ，OK， 刚才的一顿下臂，很多人是为什么？其实这个下臂呢可以固定身位，下臂可以打固定身位用啊，挥空也一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卡节奏的一个手段。你看，卡这个对方的这个节奏啊，你有一些招，有的人停不下来，对吧？其实玩游戏很难停下来，有人说要不然就进攻，要不然就防，停下来什么意思？停下来就是等对方。这个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堆。你们三个商量了半天，结果老秦来了个1v3，怎么说？闪身，前跳落地，那这肯定要死了啊！明显是被骗了个 CD。不仅灰灰的八神白给，叶枫的八神也不咋地啊。虽然说叶枫的八神有一局啊玩的不错，这个咱该说不说。老 K 的八神又白送。灰灰说：“要不你们俩拉倒吧，让我玩吧。”人老 K 说了：“灰灰、叶枫，你俩拉倒吧，让我玩吧。”人叶枫也委屈啊。老秦我还不知道吗？你俩拉倒吧，别玩了，让我来吧。但是不行啊，比赛的规则不让啊，你咋地吧？哎，就说这个意思，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等他，来3-6啊，3-6。现在明显老秦已经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多拿了这个按照这个比例来讲啊，多拿了1个币至少。但是这一局老 K 说，我刚才是没热身，主教练正在热身啊，破防可以直接打晕吗？有没有？哎，晕不晕都无所谓了，快死了啊！
就不死。如果要是他不死，血量够，这下也晕了。老秦要拿10个，从这一局看啊，拿10个的几率不是特别大，但是目前来讲，拿7个的几率应该是有。目前是拿了6个，我们看看。好，直接回3，先跳 C 过来回身，再找。好了，感谢我们的4条 F 赠送给我狼了一手大金卡乘3，3张大金卡支持我狼。OK， 2星了啊！2星了之后呢，还有6个人头，加上2飞就能升3。不要脸！好，连续的摸重手站 C 再找。这一丝血怎么说？跳过来落地掏裆，空中一抢。这 KY8 说我要打3个啊！我要183。好，前后闪身，前跳 C 落地被吸尘器一个钉，捡起来，横跨再一个捡，前跳 C 卡风后跳抽上符，他这种情况下出战 C 明显不太理智啊！我也是看朋友圈啊，幸亏我发朋友圈了。接下来啊，我每天都在直播啊，接下来不每天谈不上，可能1个星期可能会休息个1天半。可能会啊，这个比如说我正常星期1个星期休息一天，下个星期休息2天，再下个星期休息1天这样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家里老人需要照顾，然后这个也不能太紧绷啊，只要能长时间播就好。这一年事儿太多啊。好，来看看闪身，这就是白给了。叶枫说这个我会啊，这个我懂啊。老 K 说我 KY 猪殿后。现在你们看见了没有？打这个老秦，千赫马力不好使，知道吧？啊，最终你会发现还得是8赫猪、8猪赫之类的。看到这个正在缓冲，我好像知道发生了什么吧？但是呢，明显人老秦还有一个币啊，老秦真能忍啊！老秦说我要忍，我要成为武林至尊，我就要忍。哎，你看。真能忍啊！还真给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这要是翻盘，老秦封神了，兄弟们，真的啊！哎呀，林哥来了。林哥说：“好。”林哥说：“好。”但是先别好，先把这个兄弟们先把人头送了，人头到位了再说，对吧？小狼晚上好。对。我告诉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越想越亏，回身一个大脚板但是也就那么回事儿。我们看一下啊，当。OK， 鼻子里面好像有点什么，出那个东西来啊！哎呀，林哥直接双飞。我这个明示啊，直接明示了这个林哥，我这太那个啥了。这个感谢林哥，祝林哥长生不老。哎，这不是长生不老这个词儿，我觉得贼祥瑞啊，这真的比啥都实在。但是刚才昨天有人说那人活着呢，钱儿没了，不能，对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次感谢我林哥对我狼的双飞大力支持，感谢林哥开心。然后人头啊，兄弟们，人头啊，目前来讲呢，老秦还剩1个币，但是呢这一局老 K 的8神呢，这个前期甩的挺牛，但是呢这一局有点微面啊，一上来这么精彩，下面人要遭殃了，这个不能说，这都凭自己的本事啊，我觉得凭自己本事，这个纯就还是看这个怎么说啊，这帮人。老二都已经卸甲归田了，人老二赚了几千个 W， 几千没有，但是2000个应该有，直接自由了，对吧？有那么一句话嘛，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自己掏腰包。哎，真的啊，你只要你腰包鼓，然后理财稳健一点儿，对吧？你像，对吧？一年啥也不干，利息100来个，你这，哎呀，那这他妈，你就这一年你花不完，明年可就攒下了啊！
好，反手一崩，拐过来。其实也一样啊，这就跟那些有一些电影明星啊，这个给自己练肌肉，像什么金刚狼啊什么的那些人啊，为了给自己练肌肉，为了这个角色，时间长了吧，有点太累了，对吧？这个有点太耗费这个生命了啊，太累了之后赶紧退出，要不然头发都白了，真的，对吧？懂的都懂啊。当然这一局可以看到啊，又是给这个来，灰灰说我灰歪猪啊。我灰歪猪垫后，而且打大门有一手，小狼应该有1/10。哎呦，你真的啊！我要真有1/10，我现在说话是跟你们是这个语气吗？我要真有1/10，说实话，我说话那个鼻孔都在往上吵着，没有，真没有啊。这个，但是你要说这个赚了有没有呢？也没有，100来个啊。然后现在存款多少呢？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大概有1万吧。好，夜风在天，夜风在天那个不是，你们都夜风在天是必杀裸杀夜风在天，那个下上腿是俄罗斯小作啊，苏联小作。好，有钉的话还能翻盘，但是老秦没盯出来。最终比分5-6啊啊不，这个对。最终比分是5-6。